说猛禽和坦途分别是体验完全不同的玩具和工具，是我实在难以取舍，所以干脆各自拥有一台以后边玩边改发掘的体验。其实二者除了尺寸雷同外，各种能力取向都完全不在一个维度，以好坏论二者难分高下，也着实没有太大意义。我把俩车各自的优势特长总结对比，纠结该买哪个玩的朋友可以参考借鉴。首先，收获快乐的成本不同，猛禽天生更强调和偏向的就是性能车的玩具属性，从它身上获得刺激和快乐的话，那你要付出的学习成本和技术成本都非常的低。越野车想要好玩的核心三大要素，强动力、大轮胎、好减震，这三样人家巴哈团队直接帮你一步匹配到位之后，通过各种模式统一集成好，你拿来上手直接用就得了。包括诸如减震阻尼、转向反馈、排气声浪等等功能的设定和调节，这些你手不离开方向盘就能搞定，能简单直接舒舒服服的收获快乐的体验。坦途就不一样了，原厂素车状态下里里外外都是纯纯的农场工具车，原始到除了干活以外不会让你有任何其他的非分之想，但是它整体的底子和可塑造的空间非常强大。虽然彻头彻底系统的武装进化一下，它的性能也照样能达到很强悍的状态，但前提是你得有充分的技术和知识积累，能很通透的知道这些内核原理，知道怎么能把这东西改出来并且匹配好。我呢是仰仗着好大哥们靠谱的技术知识，所以能体验到坦途系统科学升级完的快乐，但我深刻体验到了想要改好这其中动的脑筋可着实不少。对于很多车友来说，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精力或者脑力去研究，再遇见个不靠谱不负责的改装店，那可能大把银子花完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对比之下，猛禽就简单的多了。以35寸大轮举例，猛禽可以拿来直接就用，而坦途会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环节，改好了很爽，但改不明白，甚至切完大梁还没塞进去的也大有人在。其次，两个车玩起来得到的快乐体验也完全不同，美系跟日系从根本上的造车理念上就各有所趋。猛禽各项参数很极致，车开起来很激进，无论在什么路况什么条件下，它都能很直接的刺激到你的敏感神经，让你找到沉浸式的巴哈快感。各种舒适性、高科技配置也是直接拉满，够舒服、够智能、够刺激。但是靠过度压榨换来的乐趣，难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。我曾经一整天的推雪行程就踩出来了3次的故障码，而坦途呢，则是保守、踏实、稳定至上。很多配置似乎都只是在能用的临界，多一点智能豪华那都是绝对的不可能，但又能毫无违和感的让你用着很顺手，这就是一个纯纯的好工具。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，它都是那个冷冰冰半死不活的体验，就像一个只会干活毫无幽默感的搭档，始终踏踏实实的做着本职工作，没有惊喜也不会有意外。激情的时候嫌他不懂情趣，无人驱领又会感慨他的踏实稳定。跟着我们吃过各种各样的苦，就只亮过玻璃水的报警灯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猛禽和坦途有着足足小几十万的差价，找齐这些硬件差别以后，俩车就能平起平坐。我告诉你，根本不可能。即便像上面说的，你有足够的技术和知识积累，能把坦途打造成一个很强悍的状态，那它骨子里也还是那个含蓄的猛兽，永远做不到猛禽那种奔放和激进。同样的，猛禽再优化再完善，也终究是个活蹦乱跳的玩具，永远比不上坦途的踏实和沉稳。有人说玩坦途的最后都换猛禽了，我的体验完全不同。坦途这个武装完的状态和猛禽 PK 2选其一，只能让我选一台出来的话，那坦途是我毫不犹豫的答案。